近日，美军与日本自卫队在宫古海峡和吕宋海峡附近举行联合演习。美军出动林肯号航母编队、美国号及埃塞克斯号2栖战备群，还有多架各型舰载机、预警机，兵力约1万人。日本自卫队则出动金刚号驱逐舰以及多架专机。那么，这次联合演习与以往相比有哪些特点？美日不断在中国家门口秀肌肉，我们又该如何提高警惕？此次的美日联合演习重点在于演练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旨在夺取所谓第一岛链的岛屿，并以此为基地，在对手反介入能力范围外实施打击。再加上在交通要道宫古海峡和吕宋海峡附近举行，从演习内容到地点都不难看出针对中国的意图。美日对此也并不遮掩，五角大楼在声明中多次强调，该演习意在展示美日如何在岛链作战。作为日本官方媒体的共同社，也在其报道中赫然言明，演习是为了应对中国。很明显，这次的演习它就是完全针对的是中国，那么就是在这些地方去对中国海军进行封堵。那么你像宫古海峡，还有吕宋海峡，其实广义上的吕宋海峡是包括巴布沿海峡，还有巴林塘海峡以及巴士海峡，也就是说，他要把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完全给封锁住，这就是他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核心。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此次演习由林肯号航母和埃塞克斯号2栖攻击舰率先拉开帷幕，在吕宋海峡。海军与日本自卫队近日进行的所谓联合演习，口号震天响，还高喊正在验证所谓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思路。那么他们这次演习究竟有怎样的新套路呢？我们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的信息来剖析一下，主要可以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由美军的航母打击群和2栖攻击舰的舰载航空兵部队对岛屿目标和岛屿附近的海上目标实施精确打击。这一阶段的主角是林肯号航母搭载的 F-35C、FA-18EF 以及美国号2栖攻击舰搭载的 F-35B、埃塞克斯号2栖攻击舰搭载的 AV-8B。这4型舰载机都可挂载类型众多的对海对地武器，其中反舰的主要为战功显赫的鱼叉导弹，射程130公里，制导和抗干扰能力强，还能选择掠海攻击或俯冲打击模式进行打击，不好拦截。鱼叉导弹采用221公斤半穿甲战斗部延时触发引信和保险装置，装填有近100公斤的高能炸药，只要命中1枚就能够重创1艘中大型舰只。不仅如此，美海军的鱼叉导弹在换装360公斤重的 WDU-40B 战斗部之后，还具备对地攻击能力，不过并不是优先选项，而是以多型 GBU 激光制导炸弹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捷达姆为主。捷达姆是美海军目前的核心攻击武器，最关键之处在于它采用卫星和惯性复合制导，不受恶劣天气如自然或人工制造的雨、霾、尘、雾、雪、风、烟幕等限制，并具有投射后不管和多目标攻击能力。由此可见，美海军这一阵容的航空战力是非常强的，即便是中等军事强国也难以抵抗得住。打掉敌方防空设施等重要军事目标以后，演习就进入第2阶段，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和日本自卫队一起快艇突袭，模拟夺取对手控制的关键区域，并迅速消灭附近地区的敌方战斗人员。
然后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运到滩头，建立对沿海区域的控制。海马斯可携带6枚火箭弹或1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既能够对海也能够对地进行攻击。采用 M26火箭弹时，射程为32至45公里；采用增程型制导火箭弹时，射程扩展到70至150公里；而采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则具有打击300公里以外目标的能力。这2个弹种的结合非常适合岛屿作战，海马斯也因此成为了美军今后军事干预东海和台海问题的主要装备之一。最后一个阶段是在确保滩头安全之后。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以及海军陆战队的 AH-1Z 武装直升机、UH-1Y 通用直升机在部队的头顶盘旋，随时准备提供近距空中支援。美军这次是完整的演练了一次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流程，远程部署加特种突袭加前进基地建设加区域控制。值得警惕的是，美军这一作战思路一直被认为是针对中国而制定的。如此兴师动众的演习响定，显然不会只限于所谓的协助日本防守西南诸岛这类小目标。不过，如果美国敢踩红线，我们也有很多的反制手段。